2026年了，居然還有人相信美國登月是假的。很多人都會下意識覺得50多年前的人類又是登月，又是留腳印，又是插旗，這不是已經把登月這件事做得很成熟了嗎？為什麼現在不敢登月了呢？但真正的事實完全相反，阿波羅計劃從來都不是一條成熟、安全、穩定的航線，它完全是人類第一次摸着黑，硬着頭皮去做一件幾乎每一步都可能失敗的事，而每一個微小的失誤都意味着一件事情：死亡。其中最慘烈的就是阿波羅1號，它都沒能真正飛上天。1967年1月27日，它還停在地面發射台上，進行一次再普通不過的艙內測試。宇航員沒有發射，火箭也沒有點火，按理說這應該是整個任務裡最安全的階段之一。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指令艙內部突然起火。因為當时艙內使用的是高壓纯氧環境，火焰一旦出现，就会以一種極其可怕的速度蔓延。更致命的是，阿波羅飛船當時的艙門設計並不是那種能在幾秒內迅速向外打開的結構，在高壓和烈火之下，3名宇航員根本來不及逃生。短短17秒的時間，3名宇航员全部遇难。緊接着就是阿波羅10號，離真正登月只差一步，卻差點在月球上空失控。阿波羅10號常常被稱作登月前的總彩排，他把登月的流程完整的演練了一遍。然而在月球上空，阿波羅10號的登月艙一度出現嚴重姿態異常，飛船開始快速翻滾、旋轉，短時間內幾乎失控。2名宇航員必須立刻接管操作，在極短時間裡重新穩定姿態。那一刻，他們離月球很近，卻沒有真正落地。也正是這一段驚險，讓人第一次非常直觀地意識到，哪怕你已經飛到了月球，哪怕任務流程都對，只要飛行器姿態控制出了問題，你依然可能在幾秒鐘內把整次任務變成災難。阿波羅11號更驚險，這是人類第一次登月，卻幾乎是在燃料見底時極限回來的。阿波羅11號後來被記住的是那句著名的話和那枚印在月壤上的腳印，但真正懂那次任務的人都知道，它並不是穩穩落地的。在最後下降階段，登月艙響起了著名的1201和1202的計算機連續報警。更糟糕的是，自動系統原本選中的着陸點下面並不是平坦地面，而是一片布滿石塊和隕石坑的危險區域。如果繼續按原計劃下降，飛船很可能會落在不安全的地方。於是阿姆斯特朗不得不手動接管，在月球表面上空，一邊避開危險地形，一邊重新尋找着陸點。而就在這個過程中，燃料也在迅速消耗。在這些條件同時出現的情況下，還要硬生生完成着陸。更絕望的是，最後還要重新點火起飛，如果點不着，就會永遠留在月球。最極限的還是阿波羅13號，這原本是一場本該登月的任務，最後直接變成了深空求生。阿波羅13號原本是一場再正常不過的登月任務，可在飛往月球的途中，服務艙氧氣罐突然爆炸，整艘飛船瞬間失去大量關鍵資源。此時飛船已經帶着巨大的速度沿着既定軌道奔向月球，如果強行馬上掉頭，需要的推进和資源可能反而超出它還能承受的範圍。於是 NASA 選擇了一種更現實的辦法，去月球背後利用月球的引力把飛船甩回来。從那一刻起，任務目標不再是登月，而是怎麼活着回来。宇航员不得不放棄登陆，把登月艙當作救生艇，在极低電力、極少飲水、艙內寒冷、二氧化碳不斷上升的條件下，利用月球引力把自己甩回地球。這聽起來像是順勢而為，但現實中只要軌道修正稍微錯一點點，他們就可能永遠消失在深空中。所以當你把這些任務放在一起看時，你就會發現阿波羅时代並不是輕輕鬆鬆就上了月球，它是一次次試錯，用宇航員生命賭出來的太空競賽。那這過去的50年為什麼不登月了呢？是因為太空探索的重心放在了更大的太陽系。在這50年裡，旅行者1號、2號已經飛出了日球層頂，進入了星際空間。哈勃、韋伯望遠鏡相繼升空，人類的探測器已經布滿了太陽系每個行星的角落，甚至連太陽都有了帕克號探測衛星。所以一直不登月，不是因為現在的技術倒退了，
而是人類已經把目標放在了更遠的地方，一個讓整個太陽系都留下人類探測器痕跡的時代。